我是老王，刚上过邻居的床。不幸的是，她老公居然连夜带花赶回家，我只好藏在了床底，听着外面的声音。老公，你真浪漫，我爱死你了，是吗？既然爱死了，那就真的去死哦。听到这句，我不禁浑身一颤，因为伴随着这句话，我还听到女主人小梅呜呜的声音，整张床也在微微晃动。那一刻，我已经可以脑补出一个画面了：小梅被压在床上死命挣扎，双脚乱踢，双手想要推开男主人大康。我屏住呼吸，完全不敢作声，更不敢贸然出去，因为大康可是个身强力壮的粗汉子，2拳就能把我打趴下。出去我就死定了。不一会儿，我听到小梅的呜咽声越来越弱了。完了，她要死了。但是大康为什么要杀她？在他动手前，他们没有任何不对劲的对话。大康几乎是突然发狠，没有任何预兆，就把小梅压在床上了。锁喉更是让他叫呼救都叫不出来。下手之狠，明显是有预谋的，而原因也呼之欲出。在床上没了动静之后，我听到大康说了半句话，终于死了。马德，接下来到那个男的了。原来大康知道小梅有男人了，这顶绿帽让他太过耻辱了，所以他才痛下杀手吗？那一刻，我瑟瑟发抖。我心中最后一丝期望就是大康可千万不要发现我就是那个男人啊！我悄咪咪地摸出手机，确认他是否完全静音。打电话是不可能的了，稍微有点动静我就会死。可是下一刻，屏幕却突然亮了起来，吓得我差点叫出声来。好在我忍住了。我定睛一看，屏幕上赫然显示着大康。那一刻，我心都提到嗓子眼了。大康知道我就是那个男人啊，但幸好他并不知道，我仍然躲在床底。我颤抖着双手把大康的电话挂了，然后切到他的微信，给他发了个信息过去：加班、开会、有事。手指不断抖动，这已经是我在短时间内打出的最流畅的句子了。很快，大康就回了我信息：没事，想找王哥你吃宵夜，你几点下班回来？咱好好搓一顿。我想了想，回复道：事多，不一定回，你跟老婆吃，改天我回请。把这条信息发出去之后，我手掌都开始冒汗了，因为我蜷缩在床底最里面最黑暗的角落，已经贴着墙了，非常逼仄，这让我浑身难受，打字也难。刚那2个信息让我手腕都酸了。发完信息后，我静下来思考接下来要怎么做。毫无疑问，要报警。打电话明显不适合。网络可以报警吗？我不清楚，想要弄明白就要去搜方法，这对现在的我来说太负累了。那就只有一个方法了，通过微信联系好友，让他帮我报警。但问题是，联系谁最好？我1个月前才来这城市，亲朋挚友都不在，远水不能救近火。而且如果可以，我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勾搭了有妇之夫，因为我无名指上戴着戒指。这时候，我想起了一个微信群，里面是我过来这里后打篮球认识的几个好友，没有利益相关，就是打球、喝酒、吃夜宵，纯粹的很。跟他们求救是可行的。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，我听到外面大康骂骂咧咧的爆粗口，床铺又开始有点震动了。我也不管那么多，就悄悄摸着手机屏幕编辑我的求救信息。但就在那时候，我听到啪一声，一个重物落地的声音。我扭过头一看，小梅被扔下床了，吓得我手机都差点脱手。我咬牙止住呼吸，尽量不发出一点点声响。就在我惊魂未定的时候，小梅的脖子突然诡异地扭动了一下，然后她就侧着头对准我了。在看到她的一瞬间，我整个人都凉了。她的脖子明显被掐断了，显得比平时更长了很多。她的面部因缺氧而呈紫青色，她的双眼因为生前用力过猛而突出。她可能是非常想要呼救，以至于嘴巴张得很大，舌头也软绵绵地伸了出来。而那一刻的她就像在看着我一样。我懵了好一会儿，回过神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机给熄屏了。我怕大康蹲下来处理尸体会看到我。就这样静静过了10多秒，大康还是没有开始处理小梅的尸体，我反而听到他说话的声音。他应该是拨通了电话，正在跟别人对话。宝贝，我弄好了，他死了。但是你听我说，我这里出了小状况，马德，老王居然不在家，说是加班，平时他都不怎么工作的，他可能整晚都不在，这可怎么办？我是有他家门的密码，但他不在也难搞啊。听到这儿，我更惊讶了。一来是原来大康也出轨了，二来是他居然有我家的密码。我感觉他是想把小梅的死家伙给我，我不知道他要怎么才能把我打扮成凶手，但我还是庆幸自己没有傻乎乎被安排。就趁这时候，我偷偷的把求救信息编好，并直接发到我那个群里了。兄弟们，紧急状况，帮我报警！天狼小区13栋1404是我邻居，男的把女的杀了，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但我不能报警，请一定帮忙绝非儿戏。发出去之后，我只求他们中的某一个没有睡，一个都行。幸好马上群里外号高老的朋友回了我信息，别开玩笑了，报假警很严重的，要进去蹲几天的，你都能发信息，为什么不能报警？高老的质疑是没错的，我不能报警就显得非常不合理，但是我又不想解释我是在凶手床底下，这一解释就暴露我是在偷情了。也好在我没有解释，不然我就死了。那时我灵机一动，编造了一个不算聪明的理由，我手机坏了，拨号拨不出去。
看到杀人我腿都软了，根本不敢出门，要不给我网上报警的入口也行。高老终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，马上回复我说真目睹命案了呀。那你不要着急，我马上打110。看到这条信息，我顿时轻松了不少。现在我只要好好的藏着，等警察过来就行了。但是事情却瞬息万变，因为我听到房里的大康声音明显提高了音量，重重的反问出这么一句：什么？老王他在家？他手机坏了，不能报警。他还看到我杀人了？我愣住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我的那个微信群里，有人把我发的信息马上转给了小三。我颤颤巍巍地举起手机，打开微信，才发现我已经被踢出群了。我还是能看到聊天记录的。在高老答应帮我报警之后，群主老张却突然说道：别鸟他，别中计啊！我上次都被他忽悠报了个假警，麻烦可大了我，先把他踢出去一晚上，让他反思一下。我明白了，是老张告密的。但高老还是有机会相信我的，不是吗？我连忙调出通讯录，点出高老的头像，正想求他继续帮我报警，突然间外面的灯灭了。我大吃一惊，想到手机屏幕的亮光很可能使我暴露，所以我也第一时间熄了屏。然后我听到了大康的声音，已经停电了，我要启动了，你们赶紧上来，要马上处理。原来停电是他弄的，但考虑到这一层楼只有我们2个住户，就算停电了，好像也没有其他人会追究，这就很操蛋了。不过他要启动什么？在确认他没有其他动作后，我又悄咪咪地把手机解锁，然后我才发现手机居然没有信号了，大康居然有屏蔽信号的设备，他启动的就是这玩意儿。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事情可能比他杀妻嫁祸给我更加复杂，比如大康的帮手明显不只是小三一个人，又如我一个本地好友群的群主居然正好跟大康的小三认识，这太巧了，不可能这样巧的。我更倾向于认为老张就是为了监视我才与我认识，甚至才建了那个群的，因为今晚原本我并没有跟小梅苟合的打算，是一时兴起的，所以大康以为我在家。随后我又听到一个古怪的声音：大康，我们到了1420吧。之所以说古怪，是因为这声音是通过莎莎的扩音器传出来的，他们用了对讲机，而这把声音听起来像是老张的。果然是他，原来他就在楼下呀。这到底是怎么样的一张大网，目的又是什么？而这时候大康也迅速回答，门锁密码是850705，他女人的生日，你们小心点进去，我现在处理小梅的尸体。我连忙把手机熄了屏，差点忘了小梅的尸体还躺在地板上。我屏住呼吸，扭头朝小梅的方向看去，随时准备观察大康的动作。那时窗外的光映了进来，小梅仍然翻着白眼，吐着舌头，而她的脖子也变得又软又长了。被掐断脖子骨头的人原来可以变得如此怪异。也就在那一瞬间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眼花了，我居然看到小梅的双瞳里竟然闪了一下光芒，我被吓出一个激灵，好在早就屏住呼吸有所准备，不然非得叫唤出来不可。也就是这个光芒之后，我发现小梅的双眼真的在直勾勾盯着我。莫非她没有死，还是说真有怨气未散这种事？就在我惊魂未定的时候，她那被拉长的脖子居然真的动了起来，连带着她的头颅也在胡乱扭动，一颗翻白眼吐着舌头的头颅在地上被长长的脖子拖得乱动，我整个人都凉了，冷汗湿透了后背，才发现原来是大康正在把她拉走。我抹了抹额头的冷汗，悄无声息地呼出一口气。手机没有信号，高老估计也没有帮我报警，我只能趁大康处理小梅尸体的时间进行自救了。但就在我挪动身体快要从床底出来的时候，外面又传来对讲机的声音：大康里面没人啊，我跟嫂子一起找了个遍，完全没找着呀。这更说明事情不对劲，老张居然是早就在楼下等着的了。一开始我还以为老张只是盯着微信群，看来不是。3个人合谋做一件事，还停了电屏蔽了信号，我更不信这一切只是为了杀掉我跟小梅那么简单。但我身上还有其他什么可图的东西吗？大康似乎是很生气的把小梅往地上一扔，因为我听到了砰的一声，根据声音判断他已经不在房内了。我连忙贴着地板悄无声息地滚了出来，然后我听到了大康大吼大叫的声音。找清楚一点啊，刚刚他不还发信息说了吗？肯定不是为了迷惑你，就他那智商打死也不会发现你有什么不对劲的呀。虽然很气愤，但我确实从来没有觉得老张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。不是的，老公，事情确实有些不对。这会儿对讲机传来的是一个女生了，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之前老王不报警，拨号拨不出去肯定是假。我觉得只有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他发不出声音。听到这话我心里一惊，我抬起头环顾四周，这房间里除了床底真没有其他藏身之地了。但是熄灯之后的房间却给我提供了另一个思路，窗户。这个房间的窗户是没有完全封死的，尤其此刻窗帘都没有拉上，对面隔空不远就是我家小阳台，难怪大康会相信我从家里透过窗户看到他杀人这么离谱的事情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我急忙从地板上起来，一个箭步踩上飘窗，推开了窗户门，这个尺寸我能爬出去。当时我已经管不了爬出去之后要怎么办了，因为我听到门外的声音：小三已经猜中了，你说有没有可能老王就在你房间里躲着？大康却一副不耐烦的模样回答道：怎么可能？
我有那么蠢吗？那房间就那么小，能躲个啥呀？但是他一边那样说着话，一边却踩着踏踏踏的脚步声折返到房间里来了。我只能迅速爬了出去。好在窗外是有那种突出去的楼檐，我反手关了窗，再贴着墙挪动到边边上，这样房间里就无法一眼看到我了。16楼啊，外面还吹着微风。我只往下看了一眼，脚都发软了。可待在房间里肯定是死刑无疑了，倒不如躲在这儿赌一把。随后我听到大康在房间里到处乱翻的声音，当然还夹杂着他的骂骂咧咧。好一会儿后，他才跟对讲机那头说，都说了没有，他肯定没在这个房间，你们找清楚点，时间不等人，很快就要12点了，他们要在12点之前杀了我吗？这又是什么限制？就在这时候，里面似乎又发生了让大康也万分不解的事情，因为我听到他大吼了一声卧槽，然后才惊恐地反问，小梅的尸体不见了，刚刚我把她拖出客厅放着，进房间搜了2分钟而已，是你们过来弄走的吗？对讲机里的小三也非常惊讶，当然没有了，我们还在这边啊，你不是已经杀掉她了吗？怎么可能会不见？听了他们的对话，我想起刚刚看到的小梅，她的状态、表情以及她那双瞳里闪过的一丝光芒，莫非她真的诈尸了？大楼外面风呼呼地吹，想到小梅可能诈尸，我的脚更软了。就在我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，屋里老张通过对讲机传来了指责声，一片安静中显得尤其刺耳。大康，你是不是出问题了？你真的是大康吗？说实话，这句指责属实把我弄懵了，我甚至都不理解这是什么意思。我完全确认，他们3个密谋要做的事情，绝不是杀了小梅并嫁祸给我那么简单。而这时，大康也吼回去，去你妈的，不是你一直监控老王吗？怎么还怀疑我了？12点之前谨防所有的可能性，说不定老王提前就……老张的话说到一半就停了，因为紧接着的是小三惊讶的叫声啊，那是什么？接着便没有了声响。不用说也知道，我家里一定发生大事了。大康自然也是这样想的，他对着对讲机问了几句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但那边始终没有任何回应。大康骂了一句粗口，急忙跑了起来。我听到他的急促的脚步声从重到轻，他一定是赶过去我家了。这是个好机会，我哆哆嗦嗦地往窗户一动，好不容易才推开窗，一头栽了进去。摔在地上的我呼呼喘着大气，差点我就要没命了。无论是被大康发现我，还是从楼上掉下去，都是死路一条。虽然不知道我家发生了什么事，也不知道小梅是不是真的诈尸了，但此刻的我只想逃。我手脚并用地站了起来，直接冲出房门，正想往大门口的方向冲过去，抬头却看见大门外居然有个黑影慢慢挪进来。那一刻，我的心狂跳不已。无论这个黑影是谁，我都要倒大霉了。但我没想到的是，我碰到了最倒霉的事儿。黑影踏进客厅后，我才看到，原来她竟是小梅。不，也许并不完全是小梅。她的步履蹒跚，动作奇慢，像丧尸一样。她的脖子软软的，明显已经支撑不住脑袋了，所以她整颗头颅几乎是180横着挂在肩膀上的。她的眼里仍然只有眼白，眼珠子几乎要从眼眶中掉出来。她的舌头也伸得长长的，但在看见我的一瞬间，她居然还能咧开嘴巴，对我诡异一笑。我的脑袋一片空白，几乎没有任何思考能力。我转身直接回到了主卧，反手就把门砰一声关上了，反锁，然后用后背顶住门板。做完这一切，我的脑袋还是一片空白的。小梅真的诈尸了。那一刻我知道，也许大康他们已经殒命了。但问题是，看小梅那个样子，可能我也得遭殃。在确定门已经锁好之后，我试图在卧室里寻找可以防身的工具。我依靠手机闪光灯，在房间里翻箱倒柜，虽然什么武器都没找着，却发现了一个并不属于这里的黑色公文包。我今晚一直都在这儿，卧室里原本是没有这个公文包的，所以这是大康带回来的吗？我忍不住把它打开了，里面是一些纸质资料，有些甚至非常老旧，像出土文物那样。就当时的紧急程度而言，我是不应该理会这些资料的，但我却无意中看到某张纸上居然是小梅的照片。我抽出来一看，更惊讶了，那是一张医院归档的病历，上面清楚记录着小梅早就已经死了，1年前就已经死了。那我这1个多月睡的是谁？难道小梅并不是死了诈尸，而是她本来就不是人？那么也就说得通了，大康根本就不是谋杀他妻子，而是想把非人类的小梅给弄死而已。他们也许并不是坏人，但为什么要杀我？就因为我跟小梅苟合了吗？就在这时候，我听到外面居然又开始躁动了。混账他跑到这边来了，不用怕他，他就是个行尸走肉而已。这2句是老张的声音。你不是说掐死他就行了的吗？怎么他还能变成这副模样？这是大康的声音。还有半个小时就到12点了，快要没时间了。这是小三的声音。原来他们都没事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小梅就只是样子可怕而已，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战斗力呀。那一刻，活命的念头让我不得不开动脑筋，并想到这一点，如果我跟大康他们解释清楚我是个普通人，他们会不会放过我？就算不解释，只要我让他们检查证明我是个普通人，那他们也不至于直接杀了我吧。但我突然想到另一点，老张不是观察了我1个月吗？他甚至还跟我一起打球，跟我混成了朋友。按道理1个月时间已经足以证明我是普通人吧？
那他为什么还是决定要杀死我？难道这鬼怪的某些东西还能传染到我身上不成？另外，12点的限制又是什么？如果不找出真相，恐怕我是很难活下去的。于是，我无视外面的嘈杂的声音，把大康的公文包里的东西全都倒了出来，包括一些很老旧的纸张。我一边看，一边回忆这1个月来发生的事。我搬到这里后，一下就跟小梅勾搭上了，然后乐此不疲地厮混在一起。同时，因为等公司任务闲得无聊，我也天天去锻炼身体，打篮球，这才认识了老张。原来如此，我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杀我了。这时，我又听到门外的声音了，砍把他的头砍下来。我俩按住他，你快去拿刀，菜刀也行。好的。听声音，老张跟大康应该是已经制服小梅，并让小三去拿菜刀了。不是我误会大康了，他真正的妻子小梅已经死了1年多，这个我以为是小三的人才是他现在的妻子。我必须要做点什么。想到这儿，我一把推开房门冲了出去，正好迎面碰上拿了菜刀从厨房出来的小三，他一脸震惊。而我大吼一声，刀给我，我知道怎么消灭小梅。小三待在原地，而不远处的客厅里，大康跟老张正死死把小梅按在地上，根本没空管这边发生的事。我又吼道，相信我，我不是鬼怪，我可以证明给你们看的。小三似乎有些不知所措，手中的菜刀也缓缓举了起来，我一把夺了过来，转身就朝客厅冲过去。大康抬起头看到我，眼里满满都是惊讶。为了让他安心，我一边跑过去一边吼道，按紧他，不是要砍脖子，是要砍人中，要1分为2，按紧他。听到我这话，他俩似乎也在赌，并没有把小梅松开。但其实我并不是真的要砍小梅，我瞄准的是老张的脖子，要成功了，只要砍死老张，今晚的闹剧大概率就能平安落幕了。就在菜刀快要砍到他的时候，我却看到老张脸上居然扯出一丝笑容，他没有丝毫惧怕，而是轻轻说出几个字，你终于露面了。我心里一惊，而也几乎是在同时，我的脖子突然被一根麻绳勒住。我往前想要砍老张的动作，反而让绳子勒得更紧了，给我倒下。身后那把女生咬牙切齿，我明白了，是小三抛出的绳子。随着他猛地一用劲，我的上半身被拉住后仰，脚下也失去平衡，以后脑勺落地的方式重重摔在地板上了，很痛很痛。我努力想要睁开眼睛，却只能眯着眼看到站起来的老张。他说，我就说了，他们是双煞，一定不会抛下另一个的。那一刻我也终于明白，原来一切都是个局。他们并非没有控制住小梅的能力，他们放任小梅诈尸搞事，就是为了引我出来，因为我藏得太好了，他们怕找不到，怕耽误了今晚12点这个时辰。一旦过了这个时辰，那他们就彻底拿我们没有办法了。我为什么会知道那么多？因为刚刚在卧室里，我看到了大康留下来的资料，那些老旧的纸张才是关键。上面记载了一个古老的传说，阴阳双煞，这是每逢324年才会出现的大妖怪，他们要回到世上作恶，就必须化身成人，先在阳间吸取49天的阳气。这期间，他们都会丧失记忆，像一个普通人那样活着。而他们的弱点就在最后一晚，只有在最后一晚12点之前的1个时辰内，他们才能被杀死。也是看到这个故事时，我才突然醒悟过来，我并没有49天之前的记忆。我才知道，原来我跟小梅才是邪恶的一方，而看似残忍杀人并追杀我的大康3个人，他们是替天行道的人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老张已经捡起我掉落的菜刀了。我忍着痛，大声吼道：“我们又没有害人，为什么？等你们害人就太迟了。”老张拿着刀走了过来。1699年9月，武清县杨村段北运河发生决堤，整个县城都被淹没，死伤无数，生灵涂炭，就是你俩做的好事。说完这句话，他的菜刀也狠狠劈了下来。我闭上眼，仿佛看到了一片白光。老张说的没错，1699年那场大灾难确实是我干的，我是个大魔王。我的记忆随着那片白光渐渐回到脑海里了。记忆中还有个女孩子，她叫林青青，1685年7月5日生。难怪我会一直记得这个生日。那是个非常萧条的年代，我们相识的时候她才10岁，因为偷东西差点被打死。那时候的她瘦得像只小猴子，2个大人围着她打，可是她却一点都不怯，嘴里还不断骂着脏话，否认自己偷过任何东西。最后那2个人打累了，骂骂咧咧地走了，而她躺了好久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，捂着自己的腰，一瘸一拐地向村尾走去。本来我也不想多管闲事的，但我发现她的腰并没有受伤，她是把某个东西藏在了腰部位的衣服里面，所以我悄悄跟着她。她是真的偷东西了，别人没有冤枉她。当时我也是个二流子，我是打算黄雀在后，直接把她偷来的东西给抢到手的。那个年代每天都有人死，谁管谁的死活呀？终于她来到村尾非常偏僻的山脚下，那里有一间茅屋，一个瘦弱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坐在门口，她的双眼花白，似乎已经失去视力了，因为她看不到青青浑身是伤，也看不见她一瘸一拐。青青老远就开心地喊奶奶，她也哀地回应了一声，老态龙钟的脸上还扯出一丝笑容。青青到她面前就开始把衣服里面藏的东西往外掏，我一看时机正好，立刻快步走了上去。我确信这一老一少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我也确信她挨那么毒的打也要护着的东西一定值钱。
但我没想到的是，当我距离他只有几步之遥时，他恰好也把东西掏出来了，居然是一只馍馍。他笑着对老太太甜甜地说：“奶奶，我讨到吃的了，你拿着，我给你勺一碗水就着吃。”我愣在原地，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。在一会儿之前，他还暴躁得不像话，骂脏话，但此时此刻，他却温柔如水。另外，那时候粮食确实少，可是为了一个馍馍被打得浑身是伤，还是让我小小的吃惊了，而且还是为了给他奶奶，而不是他自己。他那么瘦，一定很久都没有吃过像样的东西了吧？因为稍微像样的食物，他都会给他奶奶吧。轻轻打水出来的时候看到了我，眼里瞬间充满敌意，对着我就大吼：“看什么看？你在打什么主意？给我滚啊！”是的，那一刻他又暴躁了。我看着他，突然想起了我所有死去的亲人，如果他们还在的话，是不是也会这样爱着我？就像他们曾经也这样爱过我。眼前这个女孩子，在那一刻简直就是我见过最有爱的人，但她却装得像个刺猬，每时无刻都想用尖刺保护自己。我回过神来，有点慌乱地在身上摸来摸去，最后摸出了一块杂粮饼，递了过去。给你。他也惊呆了，眼里的敌意也瞬间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满满的惊讶。给我。那个年头真没有人把粮食送给别人的。我坚定地点点头，手一直伸着。给你吃的。老太太听到了，再问青青是谁，而她纠结了好一会儿，也没有伸手来接，只是双眼开始变得红红的。她说：“奶奶，没事的，他是我的朋友。”白光中，画面跳转到1699年，转眼间，我跟青青已经一起生活快5年了。期间，我们经历了无数次挨饿的夜晚，大雪纷飞的时候，我们差点冻死。奶奶也在第2年冬天去世。之后的每个冬天，我们只能躲在茅屋里，紧紧抱在一起，把所有能御寒的东西都盖在身上，居然也显得没有那么寒。无论再冷再饿，我们也永远不分开，永远在一起。我以为日子虽然苦，但我们一定能同舟共济，一起走过去。但事情却不会永远像我想象的那么好。那年，我们熬过了春夏，没想到在丰收的秋天，青青却死了。不是饿死的，在我外出挣粮食的时候，他被村里带走了，因为他长大了。我找了他3天3夜，最后甚至用几乎同归于尽的方式杀了一个人，才终于找到了他的尸体。他遍体鳞伤，被折磨得不成样子，明显死前遭受了非人的对待。以他的个性，一定宁死不屈，所以才会被打得那么惨，我无法接受。我们拼了命才度过了那么多磨难，但却不敌某些人的轻指一弹。这个可恶的时间啊！我抱着他的尸体一直哭一直哭，我声嘶力竭地祈求上天，求他给我复仇的机会。在抢回尸体的过程中，我就差点被杀死了，单凭我是不可能完成复仇的。在我就要失去意识的时候，一片白光笼罩了我，我听到有人问我愿意付出多大代价为他复仇。我的回答是什么代价我都愿意。他说想要复仇就要化身为煞，要在18层地狱打滚一遍。我愿意，只要能为他复仇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他说他会给我力量，他还问我有没有其他事情要交代。如果可以，下辈子我还要跟他再见。他说也可以，但是这样就要遍历18次18层地狱了，那就是324年。为了再见他一面，区300多年又何妨？若是没有他，那再怎么轮回又有什么意思？我愿意。在白光笼罩下，我变成了凶神恶煞的魔鬼，怨气直冲天际。我要为青青报仇，但我不知道具体是谁伤了他，所以我打破了北运河的堤口，我把这一片土地上所有的人全都送进了地狱。耀眼的白光里，接收完记忆的我早就泪流满面了。我再次听到了那个声音在问我什么，而我也擦干眼泪，一一答应了下来。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，光里突然冲出一个人，他不由分说就朝着我一巴掌扇了过来，啪一声巨响。我一点都不疼，因为我知道是他，是青青。他变回几百年前那个瘦弱却倔强的模样了，性格也一模一样，还是那么凶悍。他对着我大声嘶吼：“你是不是傻批啊？你躲过12点不就没事了吗？你出来逞什么英雄？这不就死翘翘了？”我也不甘示弱，对着他骂道：“你也不一样，辣鸡猪脑袋，你怎么不跑？你把他们引到1402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跑啊！你回来找我做什么？”他更凶了，继续骂我，还不是因为你这个傻批一点都不开窍，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回去，明明马上就能成魔了，就应该放你一个人去死。我也生气了，大声吼了回去：“好好好，我是傻批，那我们各走各的，你往那边走，我走这边走，谁回一下头谁是狗。”他怔了一下，我气得转身要走，他却突然上来推了我一下，抬起头盯着我不说话。我没有理会他，我真的打算要走了。他又冲我大吼：“你不要我了吗？”我也斩钉截铁：“不要了，你走那边。”他突然哇一声哭了起来，但我也不想理会他了，我只想快点走。他却冲上来，一手抱住我的手臂，一只手使劲捶我胸口，哭着说：“你骗人！你说无论再冷再饿，我们也永远不分开，永远在一起的呀，就是骗你的。”我想要推开他，却发现他根本不放手。我不管，他哭得更厉害了。不要丢下我好不好？我不嘴硬了，你不是傻皮，我不骂你了好不好？再抱我一下，再抱抱我，我想抱抱他，可是我真的该上路了。
我刚刚已经跟那道声音达成共识了，我下次轮回还要再跟他在一起，而代价自然还是18个18层地狱，区区300多年而已。还是像上次一样，我一个人去，但他的手实在抱得太紧，我推不开，我只能跟他说，好，你再等我324年，好不好？他又狠狠捶了一下我的肩膀，吼我就知道你个傻王八蛋，你就想抛下我自己去。我笑着说，你等我嘛，你往那边走，我往这边走，我下地狱就好，你先去人间等我。我不要，我要陪你一起去。他死死拖住我的手臂，我死也不会放手了，你带我去好不好？我不怕地狱，我不要一个人转世了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地狱呀，很可怕的，关于地狱那些回忆我都不敢想起。可是他虽然哭得很厉害，却仍然斩钉截铁，不怕，我才不怕，我就要跟你一起，不要再丢下我了。我侧过身来把他抱在怀里，那我们一起下地狱。他死死埋头在我怀里，哪怕抽泣，却像再也不会分离。想起这短暂的一世，也真是有些荒谬的。但是就算失去所有记忆，我果然还是会轻而易举地找到你。无论变成什么模样，什么年纪，我果然还是会爱上你。